女人往牛奶里兑自来水，再分给孩子们喝。她是拳王的老婆，家里却穷得揭不开锅。他们很久没吃过肉了。大儿子偷来一根腊肉，这么大一条，够全家享受半个月。但老布看到后，立刻带着儿子来到肉店归还腊肉。他严肃地告诉儿子，并向儿子保证。上一次打拳，老布把右手打骨折了，需要静养很长时间才能好。但他现在十分缺钱，只能隐瞒伤情，接下新的拳赛。无论输赢，打了就能赚一点钱，就能为家里的早餐添一个面包。天还没亮，老布就出门了。他没有去训练，而是要去往码头打工。现在比起拳赛的输赢，家里那一堆账单更是燃眉之急。码头上聚满了寻求工作的男人，他们也都穷困潦倒，挤在铁门外求着工头施舍。但码头不是救济所，只招9个临时工。工头开始随机点人，他瞥了老布一眼，随即点了别人。可惜好运并没有眷顾老布，他只能失望地回家。很快到了拳赛这一天，老布向来擅长右拳击敌，而左手一直都是软肋，但因为受伤，他只能出左拳。台下骂声不断，观众付了入场费，却没看到一场精彩的决斗。老布也开始心浮气躁，而急躁往往令人失去了理智。他习惯性地打出右拳，正中对方头顶。老布尽了全力，但这场拳赛的确烂透了。老板不肯给他酬劳，还一并吊销了他的拳击执照。老布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他强撑着笑容，依旧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。面对走投无路的困境，老婆想把孩子们送走，老布没有同意。他用鞋油涂黑右手的石膏，遮住伤情，继续做苦工。几天后，家里断电了，4个月的电费仅44块1毛2，却是老布一家难以攀登的天梯。没了暖气，小儿子感冒了，他们只能偷偷去拆公用木栏，拿回家当柴火烧。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，妻子承受不住压力，最终还是送走了孩子们。面对绝境，老布只能来到救济所，这是他第一次来这儿。就算日子清苦，他也不曾恳求施舍。如今为了孩子，他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。救济所给了他19美金，可距离电费的44美金还有着他跨不过的鸿沟。穷人孩子在消防栓接饮用水，冰天雪地里，他们穿得那样单薄。富人孩子从别墅里跑出来，他们举着棒棒糖钻进了暖和的豪车。看到这一幕，老布才终于醒悟，原来尊严在生活面前一文不值。他来到拳击协会，面对解雇他的老板们，曾经心高气傲的拳王，如今平静地诉说着自己的困境。他默默低下头，就像一个乞丐一样请求施舍。有人掏出零钱，慷慨地放进帽子里；有人冷眼旁观，他便识相地走开。当他走到以前的经纪人面前，已经满眼泪水。他不停地道歉。男人可以痛哭流涕，也可以没有体面，但不能辜负所爱之人。孩子们还在等着父亲回家。熬过了1年的穷苦，生活开始有了转机。经纪人突然找到老布，他带来了一场拳赛，对手是世界第2的拳手，没有人愿意和他对打。现在只要有人上场挨一顿揍，就能获得250美金。老布一听，立刻答应，只要有钱，他什么都干。第2天，老布来到赛场，他在后台准备时，肚子突然叫了起来。原来他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饿着肚子打拳怎么行？经纪人立刻端来1碗肉末土豆，虽然没有筷子，但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开始不顾形象的狼吞虎咽。偏偏这时，一个记者出现了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曾经意气风发的拳击王者，现在竟然如此狼狈。老布只是笑着说。来到擂台，世界第2拳击手满脸凶相，那浑身爆炸性的肌肉好似铜墙铁壁。老布则一脸平静，他压根儿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，因为无论输赢，他都一无所有。比赛开始，老布一直被动防守，对方不想给他喘息的机会，接二连三的重拳出击，老布连连后退，又是一记右拳，他无路可逃。现在他只要一直趴着，等到5秒结束，就可以轻松带走250美金。经纪人也在一旁大喊。可下一秒，老布居然站了起来，体内的血性被彻底唤醒。他开始反击，一记左拳，再接一记直拳，打得对方措手不及。来到第2回合，老布逐渐适应了节奏，他狠狠一记重拳击中对手，而对方又快又狠的拳头已经打不到他了，反而老布拳拳到肉，打得世界第2晕头转向。现场开始欢呼，大家都能感觉到擂台上的拳王回来了。老布抓住对手的每一个破绽，开始强有力的攻击。这1年来的遭遇，让他有许多心声要说，有许多苦难要讲。他带着满腔的不平，拳头如疾风骤雨般落下，像一把出鞘的利刃，势不可挡。
终于世界第2失去了意识，重重地扑倒在地。他被一个1天没吃饭的男人击倒了，全场一片沸腾。回到家后，孩子们紧紧抱住胜利归来的父亲，欢声笑语终于回到了这个家。第2天，老布再次来到码头，工头认出了拳王，立刻殷勤地上前，但他很疑惑，他已经是拳王了，干嘛还来这里工作？老布坦然地回答：“我已经还清了债务，但口袋已经空了。”这看起来云淡风轻的玩笑话，却是男人心底无尽的酸楚。几天后，经纪人再次找上门，他又帮老布搞到一场拳赛。老布立刻开始训练，1年没练，他都能打倒世界第2，你猜以后的他会有多强？男人猛地出拳，将对手死死锁住，黑人无路可退，只能硬碰硬。但老布的拳头好像狂风暴雨，打得他无法反击。不到几分钟，黑人就被击倒在地。紧接着，老布迎来了第3场拳赛。这次的对手不仅年轻，而且具有身高优势。无论老布怎么打他，对手好像没有痛觉，而他的反击却迅猛无比。他瞄准腰间，让老布吃尽了苦头。老布的肋骨被打断了，但中场休息时，他并没有坐下。这一幕刚好被对手看到。老布镇定自若的气场已经让对手陷入了慌乱。第5回合，俩人继续疯狂对拳。年轻的对手体力更强，老布刚不过，甚至有些站不稳了。突然一拳打在脸上。在这一瞬间，老布似乎看到了他的孩子，他们挤在僵硬的小床上，吃着别人丢掉的零食，喝着救济处发的冷汤。他笑了，一个承载着希望的人怎会被轻易的打倒？你看对手的表情，他实实在在被吓到了。当他戴好牙套重返战场，已经有了无比的决心，而年轻的对手反而失去了斗志。他被这只斗牛犬打得心惊胆颤，直到输掉比赛。几天后，老布来到救济所，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，但这次他是来还钱的。他将领过的救济金全部还了回去。报社开始报道老布的事迹，人们都爱上了这个带着希望的中年斗士。而他的下一个对手是世界拳王，他到底有多狠？曾经在擂台上活活打死了2名选手，老布并没有怂，反而积极应战。在赛前的见面会上，拳王披着貂绒大衣，带着2个美女闪亮登场。他当着老布妻子的面撂下了狠话。回到家后，妻子忧心忡忡，她看见孩子们正在玩拳击，控制不住的发脾气。但实际上，她责怪的是丈夫为什么偏偏要去打一场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拳赛。老布默不作声，比赛如期而至，他向家里人道别，孩子们满脸担忧，妻子也一句话没说。上车之后，路过的人们纷纷向他表示问候，大家都坚信他一定会赢。妻子来到教堂，她想为丈夫祈祷，可她没想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做着同一件事，那就是祈祷老布胜利归来。拳赛开始前，老布有些心不在焉，心怀顾虑，又怎么能战无不胜？就在此时，妻子来了。她终于理解了丈夫的责任，他是大家的希望，是孩子们的偶像。妻子流下了热泪，和老布约定回家再见。她好爱他，就因为爱他，才充满担忧。老布的每一场拳赛，他都不敢看，他怕亲眼看到他受伤。也正是因为爱他，他才想成全他的理想。比赛开始，老布缓缓入场，全场寂静无声，那是所有人对他的至高崇敬。当他站上擂台，35000名观众瞬间爆发。这个1年前还在领救济金的男人，此刻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拳王带着狂妄的笑容，这正是他惯用的战术，目的是击垮对手的意志。他打得游刃有余，好像在戏弄对手。拳王架住老布，在他耳边不断嘲讽，说他活得不如一条狗，说他马上就要和自己的妻儿永别。他想要趁着老布慌神，一举将他拿下。但老布可不在乎什么狗屁战术，他挤进拳王的防御圈，一拳一拳暴揍拳王。第5回合，拳王的笑容终于消失了，他凶相毕露，开始全力打击，拳拳到肉。老布被打得无法招架，他被打到鼻血直流，甚至有些恍惚。接下来的回合，俩人再次缠斗在一起，他们都全力以赴，打在身上的拳头数以百计。无数个回合下来，老布却愈战愈勇，他连续左右开弓，拳王的冷笑也变成了惨笑。最后一个回合，老布再次冲向前和拳王硬刚，经纪人慌了，在一旁大喊。他偏不，生活无尽的苦难都不能让他退缩。现在的他也不会，拳王的攻势太猛了，老布只能被动挨打。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，从观众到教堂里的牧师，再到他的妻子，甚至本该中立的记者，此时也在为他呐喊。突然，拳王抬起老布的下巴，对着他的脸颊来了一记重拳，全场观众都紧张地站起身。老布看向拳王，视线已经模糊。他回想起看过的纪录片，上次拳王打死过一个对手，就是在这种时候，他会乘胜追击，终结掉对手。拳王向他走来，甩出了那个足以致命的重拳。拳王该洗牌了。
老布的拳头不断打在拳王身上，如雷霆万钧，击碎了他最后的意志。全场观众都疯了，他们冲向擂台，大声为勇士呐喊着。最后10秒，穷途末路的拳王想要捍卫自己的宝座，但心急的他却一拳也打不中，反而被老布当成沙袋，一拳又一拳，闷雷在他耳边炸开。时间恰在此时结束，拳王易主了。根据赛后计分，所有裁判一致认可，新任拳王就是詹姆斯·布拉道克。这一刻，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位英雄，一个不屈不挠的大众英雄。